1345年，金正汗国的可汗扎尼别率领数万铁骑包围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城市卡法。2年前，扎尼别的大军被驻守这里的热那亚人打败，损兵折将。他发誓要一雪前耻，杀光城内所有人。激烈的围城战开始了，大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连王牌武器投石车也用上了，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难以触及城墙。围困战持续了1整年，卡法依然固若金汤。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在中亚的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鼠疫正在悄悄传播。疾病很快传到了军中，大批的士兵病死，军队已丧失了战斗力。眼看占领卡法的美梦成为泡影，气到眼红的扎尼别下达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命令，用投石车将染病的尸体扔到城市里面。鼠疫随着尸体迅速传遍了整个卡法城，这或许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而扎尼别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命令竟然引发了一场空前凄惨的大鼠疫。这场瘟疫夺走了欧洲1/3人口的生命，让无数的城市与村庄几乎绝户，成为鬼地。这场大鼠疫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黑死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鼠疫，以及这场险些毁灭欧洲文明的黑死病。鼠疫，顾名思义，是从鼠类动物身上传播的瘟疫，学名伊尔森菌。这种病菌对人体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患者会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咳血等症状，接下来身体会出现许多黑色的肿块，一直到患者去世。黑死病也由此得名。它主要以跳蚤为传播途径，当跳蚤叮咬了带有疫病的老鼠后，胃部就会出现肿块，使得跳蚤难以进食。饿极了的跳蚤会疯狂地叮咬人类，但由于胃部的肿块会迫使跳蚤将吸出来的血吐回人体内，这就将鼠疫细菌传入人的血液中。跳蚤数量极其庞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就使得鼠疫一旦传播起来就极难控制。而且黑死病的传染性也非常强，除跳蚤传染外，患者的飞沫、血液，甚至是沾染了病菌的衣物都可以传播病菌。而这时欧洲的卫生条件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大部分城市没有完善的污水与垃圾处理系统，大量的粪便、脏水和垃圾就被随意倾倒在街头，臭气熏天，脏污凌乱。普通民众卫生习惯很差，不但不怎么洗澡，有的穷人甚至连衣服都不换，一件衣服穿一辈子的事并不少见。脏乱的卫生环境配上密集的人口，简直成了老鼠的天堂，是鼠疫传播的乐园。前文提到，黑死病的梦魇首先缠上的是卡法的热那亚人。由于城内瘟疫爆发，他们不得不放弃卡法，坐船逃离。然而他们并没能摆脱黑死病的魔爪，大量携带病菌的老鼠与跳蚤也跟着上了船，在堆积的谷物中存活下来，并开始将病传染给船上的船员。陆续有船员出现发热、身体出现黑色肿块的病症，最后流脓溃烂而死。到9月，船抵达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海岸的人们发现了惨死在船上的水手，拒绝他们登岸，但为时已晚了。船上染病的老鼠与跳蚤登陆了，瞬间就将死亡传递到了这个城市，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病倒。意识到不对的人们开始出逃，但这非但不能使他们逃离厄运，反而将病菌更快地传播到了其他城市。1347年11月，黑死病攻破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次年1月传到了威尔尼和比萨。3月，意大利的商业中心佛罗伦萨被病菌侵占，疫情疯狂地在意大利的各大城市肆虐着。不仅在意大利，当时的欧洲已经逐步形成了海上贸易体系，不同国家的城市之间进行粮食贸易，装满粮食的商船成为了染病跳蚤的栖息地，而病菌也随着船只的靠岸侵入到了港口的城市。完备的贸易体系使得沿线的每一个国家和城市都不能幸免。1347年11月，法国的马赛沦陷，从此为起点，不出几个月，包括巴黎在内的整个法国被黑死病覆盖。病菌又跨过莱茵河，侵入了神圣罗马帝国及今天的德国、巴塞尔、法兰克福、科隆、汉堡、不来梅等城市相继沦陷。一向是天然避祸港的英吉利海峡也没能拦住黑死病。1348年夏，黑死病在多塞特军港口登陆英伦。8月，伦敦被攻克，英国各大城市相继落难，病菌继续向东向北扩散。北欧、东欧诸国，包括俄罗斯，也未能幸免。死神一般的黑死病席卷了整个欧洲。黑死病的症状极为恐怖，当时的文学作品《诗坛》中有这样的记载：最初在暑期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翼瘤。
不消多少时候，这4招般的一流就由那2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症又变了，病人臀部、腿部以及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黑死病的致死率更是惊人，感染者死亡率普遍超过50%，有的地方更是高达100%。从发病到死亡往往就是几天，甚至是上午感染，晚上就去世了。高致死率加上高传染性，黑死病在欧洲如入无人之境。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和患者有过一点接触，就难逃死神魔掌。家中有1个人感染，几天后全家都会病倒，一个个死去。被请来治病的医生或者为死者祷告的神职人员也都纷纷染病暴毙。抬尸体、埋尸体的人也会在不久后被感染丧生。小偷来到患者家偷东西，还没等偷完，就已经染病倒地而亡。在意大利的里瓦罗洛，4个外来的士兵仅仅只是晚上睡觉盖着患者曾经用过的床罩，第2天莫睡醒就已全部感染毙病。随着瘟疫的不断扩散蔓延，死亡的人数也在急剧增多。起初，家人们还会将死者好生安葬，竖起墓碑，但到后来，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往往一家的全部死绝。处理尸体的人也早已大批大批的染病死去，没有人再想着为死者祭奠。成堆的尸体早已让活着的人麻木了，他们挖个沟，将死去的一家人扔到里面草草隐埋，再往后连埋尸体的人也都死光了，许多死尸就横在街头巷尾，无人掩埋。整个欧洲一片肃杀，曾经繁华的街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死亡的沉寂与满目苍蝇。城市里见不到几个人影，到处都是染病的尸体和吃尸体倒闭的死猫死狗。空落落的街头回荡着患者的呻吟声与亲人的悲泣声，夹杂着风的萧萧声，像极了地狱的母音。由于人口损失过大，教会与政府早已形同虚设，社会秩序与道德不复存在。医生拒绝到患者家看病，法官不愿给死者立遗嘱，儿女抛弃染病的父母，妻子逃离病床上的丈夫，这一幕幕惨剧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早已是司空见惯。而目睹这一切的人们无不精神崩溃。在几乎被屠城的帕尔马，诗人彼特拉克给自己的兄弟写信，字里行间透露了深深的绝望。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战争屠杀，但整个世界却一人不剩。此种瘟疫，谁曾听过？谁曾见过？哪本年鉴曾记录过？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横遭抛弃，农村无人问津，土地都盛不下那么多尸体。惨绝人寰的大瘟疫使得许多人迫切地寻找求生的方法。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许多人认为瘟疫是上帝降罪于人，是对放纵淫欲的责罚。教会开始组织人们进行各种仪式和祷告。有的人向传说中可以为人类解难的圣塞巴斯蒂安的画像祈祷，希望尽早平息这场大难。有人认为应该通过苦修来洗清罪孽，于是大街上出现了各种抽打自己的鞭笞者，向上帝忏悔。有的人想一定要通过行善来积累功德，于是散尽家财来救济穷人，祈求换来平安。这些做法毫无疑问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相反，人员的聚集还加快了疾病的传播。黑死病蔓延到了教会里面，大量的神职人员死亡。在极端行善的同时，人们也表现着极端的恶，为黑死病找各种各样的替罪羊。有人指出是女巫带来的疾病，于是许多女性就被莫名冠上了女巫的罪名，而被活活烧死。猫作为女巫的伴侣，同样被人类赶尽杀绝。结果没有了天敌的老鼠更加肆无忌惮的活动，加剧了黑死病的传播。不久后，又有人引经据典，说是犹太人带来的瘟疫。随后欧洲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在哥特拉斯堡，半数以上的犹太人被处以火刑，而在布鲁塞尔，犹太人团体几乎全部被杀。被瘟疫折磨的丧失理智的人们根本不管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他们需要的只是将积压的怨气全部宣泄在这些无辜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在欧洲出现了极其矛盾的一幕，人们一边祈祷苦修，极尽所能行善来洗清罪孽，一边对所谓的替罪羊大加屠戮而毫不心软。人性的丑恶、麻木与自私在瘟疫面前暴露无遗。那么黑死病究竟是如何结束的呢？到了1353年，由于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城镇和村落被屠灭殆尽，感染者往往还没接触到其他人就已经病死了，病菌无法再找到新的宿主，慢慢的就消失了。所以与其说是人类熬过了黑死病，不如说是黑死病饿死了自己。然而黑死病并没有彻底消失，在之后的几百年间有相继有小的爆发，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噩梦。黑死病对人类的伤害是空前的，根据历史学估计，仅仅是
1347至1353这6年，就有超过25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其中英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50%，法国人口损失也将近1半。然而，这些数字也仅仅只是保守统计，因为那时的户籍制度不够完善，许多家庭只有房主才会有档案，所以如果一家人都死了，被记录的可能只有房主一人。人口的急剧减少会带来什么呢？田地无人耕种，商铺无人买卖，政府无人工作，教会无人传教，劳动力的缺失让社会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粮食的产量急剧减少。因此，在黑死病后几十年间，欧洲各地又陆续爆发了饥荒。那些好不容易躲过瘟疫的人，有许多在接下来饥荒中饿死。遗患无穷的黑死病绝对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不过，历史往往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一段痛苦的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苦难与酸楚，还会有一个文明在灾难洗礼后的觉悟与升华。恩格斯曾经说过，恶是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人们在经历与消化恶的历史时，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性的光辉，发扬历史中善的一面。黑死病虽然带来了重大的伤亡，但也给中世纪欧洲撕开了一道新时代的口子。由于在瘟疫中象征神权的教会人员成批的死去，使得人们逐渐不再迷信神的力量，而更多注重人的情怀。人们对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经历了黑死病的人们认为，既然死亡随时会降临，那不如在死之前潇洒一把。他们不再管教会的清规戒律，觉得应该及时行乐，才不枉此生。他们喝着最好的酒，吃着最好的食物，到处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尽兴的狂欢。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来，那就不如活在当下，纵情享受。尽管这些行乐的人们大多数也都感染离世，但以他们为代表的享乐主义和现实主义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日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础。教会对欧洲的管控在黑死病之后也逐渐松动，无数教堂经过瘟疫的洗礼已是人去楼空，因此教会对于基层的掌握也大不如以前。再加上劳动力的严重缺失，使得征收债务变得极为困难，教会不得不委托当地官员来维持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运转。久而久之，这些基层官员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绅士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神权逐渐衰落，世俗的权力一步步扩大，为西方国家最终摆脱教会控制埋下了种子。封建的土地和经济制度也遭到了严重冲击，因为劳动力的极度不足，庄园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薪酬来雇佣农民种地，农业也由庄园制变成了租佃制。同时，庄园主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开始将部分田地改为牧场。欧洲的农业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调整，这些都促进了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所以客观来说，恐怖的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欧洲文明形成的催化剂。其实除去黑死病，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伴随着各种苦难、瘟疫、饥荒、战争。虽然人类付出了极为血腥和惨重的代价，但这些杀不死我们的，最终都会成为推动我们社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动力，化丑恶为进步的杠杆。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于世界的伟大之处吧。